在12月5号当天，克里姆林宫放出消息，普京总统即将前往顿巴斯，乌克兰也向此地疯狂增兵，双方总人数或将增至50万。今天大兵来和各位聊一聊这个俄乌冬季战的中心顿巴斯。但是顿巴斯方向的战事依旧处于僵持不下的状态。就在此时，俄罗斯国内传出了总统普京即将奔赴战场的消息。如今，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已经证实，普京将择机前往顿巴斯地区视察。至于这个适当时候是多久，佩斯科夫却没有透露。不过，大兵认为普京大概率还是会等到当地战线基本稳定以后再去，要不然这前脚刚视察完，后脚顿巴斯就丢了，可怎么办？大帝也是要面子的。至于那些关注大地安危的，也可以放心，毕竟他可是有战略缓冲桌护身，就算是海豹突击队来了，也都得先跑2公里的桌面。好了，咱们回归正题。关注俄乌战线的朋友们都知道，顿巴斯是当前俄乌两军交战的重点区域之一，也是俄乌战争的潜在拐点之一。与更接近俄罗斯本土且有海洋阻隔的克里米亚半岛不同，顿巴斯地区是俄乌陆地相接的一部分，故在当前乃至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，这里的地区安全都将是一个无比严峻的问题。而普京愿意亲自前往此地，也表明了俄政府的态度。不过，尽管普京认为顿巴斯不容有失，但是该地区呢是乌克兰人口最密集的地区之一，占乌总人口的20%。同时，这里也是乌克兰的经济中心，其经济比重最高时接近全国的1/3，而该地的煤炭、精制钢、生铁等物资产量也占乌克兰全国1半以上。对于乌克兰而言，失去了顿巴斯，就等于失去了3/4个工业区，这也是乌克兰所不允许的。不过如今看来，俄方彻底拿下顿巴斯，并将成果固定化的决心异常坚定。考虑到俄军新动员的30万人部队尚未完全投入战场，因此待军队到齐后呢，部分被动战线的局势恐将会有所改变。这也使得俄乌冬季战场的中心逐渐转向了顿巴斯。根据英国《每日邮报》报道称，俄罗斯15万新兵正在赶赴顿巴斯前线，与之一起的还有大批坦克、装甲车以及火箭炮等重型装备通过军列运往顿巴斯。报道称，俄军投入在顿巴斯地区的兵力已经超过了25万人，乌克兰方面也紧随其后。据乌克兰媒体称，乌军正将驻守在赫尔松以及卫戍基辅的其中3个旅一起派往了顿巴斯地区。这3个旅呢，分别是第80、81空中机动旅和第95独立空降突击旅，这些都是乌军最精锐的旅级部队了。除此之外呢，还从守卫敖德萨的4个主力师也是被紧急调往了顿巴斯。另外呢，远在德国和英国训练的1万多名精兵也被紧急召回。在武器方面呢，还有美国援助的海马斯多管火箭炮以及射程150公里的2万发火箭弹也被运往了顿巴斯。这样，乌克兰在顿巴斯地区的兵力也是超过了25万。至此，俄乌双方在顿巴斯地区屯兵已经达50万人了，光是巴赫穆特就已经有接近10万士兵在此对峙，这是从2战以来最大规模的集结，也是2战以及俄乌冲突以来最大规模的战争。另外呢，俄罗斯媒体还认为，近期乌军在扎波罗热方向的进攻也可能与顿巴斯方向战事有关。乌军希望通过扎波罗热的进攻来吸引俄军的注意力，从而达到牵制俄军部分兵力的目的，减轻乌军在顿巴斯方向上的防御压力。但是由于如今的乌克兰战场正处在泥泞季节，两军的重装部队实施机动非常困难，不利于进行大范围的进攻行动。因此，这个顿巴斯大决战很有可能会在泥泞季节结束、严冬到来的时候才会打响。在这期间，乌军可以继续巩固现有的防线，尤其是顿巴斯筑垒地区，对于乌军而言至关重要。因此才最终决定动用精锐的战役预备队来加强顿巴斯方向的防御。不过，相较于乌克兰，俄罗斯在顿巴斯方向是占据地理优势的，其后勤供应更加容易得到保障。在武器方面，拥有大量北约装备的乌军显然是要比已经开上 T62坦克的俄军是更胜一筹了。因此，这场大战是注定难解难分，其惨烈程度可想而知。按照乌军方面的战报来说，现在的顿巴斯战场上，乌军通过无人机引导
炮精准打击等等方式，每天都让俄军遭到数百人的伤亡，这无疑是一个非常大的损失。而当地的俄军呢，也在空天军、导弹和远程炮兵的支援下，同样对乌军造成了大量伤亡。虽然说双方的战报肯定都是有一定水分的，不过不可否认的是，现在的顿巴斯战场战况确实是异常激烈和残酷，其战斗模式其实和现代的任何战争都不一样，反而有一些类似于一战时期的堑壕战。双方在实力相近的情况下，几乎是谁也奈何不了谁，只能展开激烈的阵地战，大量杀伤消耗敌方有生力量。不过在现代无人机和精确制导导弹等武器的加持下，双方的杀伤效率却比起一战时期呢要有了巨大的提升。有的时候推进1公里的战线，或许就要牺牲大量士兵的性命。其实在前几天的时候，拜登也给了俄罗斯一个和平谈判的机会，那就是让俄军撤出乌克兰的全部领土。显然普京并没有把拜登的话放在心上，扭头就去准备视察自家底盘了。同时这也是向北约和俄国内做出的姿态，表示俄罗斯必须拿下这块土地。再结合前段时间俄军士兵和白俄罗斯士兵一起训练，很有可能这是想要率领大军彻底拿下顿巴斯地区。到那时候，无论乌克兰和北约接不接受谈判，俄军都是占据了绝对的主动权。同时普京此举呢，也可以提升前线俄军甚至整个俄罗斯的士气。在如今俄军颓势连连的情况下，普京伺机前往战争一线，有望大大增强国内的凝聚力和个人支持度。在战局白热化的当下，这一点尤为重要。而随着士气的提升，会利于俄军在顿巴斯地区发起大决战。毕竟该地区的地缘位置至关重要，与俄罗斯本土相连，并且与马里乌波尔等重要城市遥相呼应。随着士气的提升，俄军也更应该趁机对该地区进行更大一轮的进攻。而普京前往顿巴斯当中呢，最重要的一点是，俄罗斯或许确实没有进一步战略收缩的空间了。之前对赫尔松市的弃守已经让克里姆林宫方面承受了巨大的压力。如果是乌军最终在顿巴斯地区取得了胜利，甚至俄军将面临失去整个乌东地区的危险，甚至就连克里米亚地区也将遭受更严重的威胁。最后到了咱们的没什么讲竞猜环节，大家认为如果普京真的去了顿巴斯，那么最有可能是到哪里呢？这里大兵先说一下自己的一些想法。首先，概率最大的莫过于卢甘斯克和顿涅茨克市。毕竟呢，普京在到达后也肯定会去会见一下这两地的领导人。第二大概率的地区呢，就是马里乌波尔市，这是今年俄军目前在顿巴斯地区最重要的战果了，去看的几率还是蛮大的。另外呢，还有当前战斗最为激烈的阿特穆斯克前线。如果普京能来这里，无疑会对士兵有一个很大的鼓舞作用，但是也会给前线官兵带来不必要的压力。如果最后俄军还是没有办法攻下阿特穆斯克，那脸就丢大了。当然，大家有不同想法的也可以打在评论区。对本频道感兴趣的朋友，请点击下方的订阅按钮。我们下期再见。